你好，我是玉仔。魔兽小教室第1集推出，收到大家的鼓励与支持，真的很感谢。其实当初做影片前，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制作这个系列，毕竟现今魔兽环境大部分都是资深用户，但有英雄告诉我攻略能帮到他们，让我喜出望外，也觉得多了一份责任感。希望让没时间查找资料的朋友们，用快速明了的方式来了解副本，顺利的将分数提高。影片制作不易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重点剪辑，而非录制影片后直接解说，所以上影片时间无法很快，还望大家谅解。今天为各位带来第2集的副本重点攻略。如果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之后更新的影片。有余力的话，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，为本频道注入更多创作的动力。例行声明，影片是以 DD 的角度以及 LR 的技能基础下进行解说，坦跟补的对应技能跟机制算是小补充。诺库的副本的王都是要先将场地特定小怪打掉后才能开打。首先，一王周围场地怪有下列几只组成：平原践踏者跟长矛炮手技能一样，需要断法干扰咆哮；战争践踏呢，近战则离开 AOE 地板范围。长弓手的狂弓箭雨会点名全体玩家注意躲地板伤害。号角手会唱法振奋人心，让周围小怪伤害增强，因此坦克可以将怪带离或是晕断。战矛手会随机点名玩家释放迅捷戳刺，进行冲刺上 DOT。我个人认为点名远程几率比较高，这招冲刺路上是可以控断的。大家可以看到画面，第一次我放了冰冻陷阱，第2次则是放了禁锢射击。对，我脸黑，很常被点名。难度14层以上，基本上猎人连续中2次必死无疑，所以要有习惯在脸前放陷阱。驯兽师会标记1名玩家，让小怪胡纳因追着他打，猎人可以用灵神射击来驱散狂怒。建议这一区的怪呢，先清固定的8只组成的巡逻队，然后在这边开第1次的嗜血爆发。所有的怪物都是优先集火，战矛手，再来是长弓手，然后再去打弓弩的3团怪。如果觉得压力比较大的话，开怪前可以先控个1-2只战矛或长弓，这样血线会舒服很多。接着王就会飞到场地中央，这只王是这本中最简单的，我甚至觉得比小怪群还简单。首先，地洞践踏，近战出圈即可。周期呢会找小怪召唤破坏者，优先集火解决，否则他会去破坏弓弩。建议破坏者走到王旁边的时候晕住，这样可以连同王一起 A。当满能量时会释放爆发，此时需要有人去启动场上的弓弩。由于此王对捕食的压力相对较小，建议由捕食启动，才不会牺牲DD的 DPS。好，接着来到2王，这边一样需要清3波小怪才能触发打王。首先，蜂蛹图腾会造成范围 AOE 伤害，优先集火解决。巨鱼者需要第2集火的小怪会唱法暴风雨，造成全团 AOE 伤害，优先避断。再来，它会释放召唤疾风，次要选段。如果唱完会召唤不稳定的疾风，而不稳定的疾风呢，死亡后会造成周围伤害，需要晕了之后再击杀，近战可以提前离开。风暴盾位会释放风暴之盾，这招只能驱散，血精灵可以用奥流，否则时间到或是将盾打掉后都会炸开，造成全团的高伤害。风暴召唤者选段风暴剑即可，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。来到2王，王呢会周期性向4周丢失控能量，并朝王移动。如果王吃到的话，会有增伤 buff； 如果是我们吃到的话，会有可叠加的 DOT 伤害，但一样会增加伤害跟补量，持续15秒。每重复吃1次，秒数就会重计。通常是有捕食吃球，其他人看情况吃漏掉的。以猎人来说，高层后基本上吃个3个已经很极限，所以我们要靠王的另一个技能来消球。闪电之击，点名全体玩家有着15码的大圈，4秒后爆炸，造成中额伤害。炸开时，范围内的球也会一并爆开，并在地板留下电圈，注意躲开就可以。所以中了闪电之击之后，除了互相分散以外，最好顺道将场上的球炸光。接着，王满能量时会释放电荷风暴，
造成全体 AOE 伤害。捕食有多吃球的话，这边奶量才能撑得起来，所以弟弟们就要看状况自保了。同时场上的球也要注意，能吃就帮忙吃。这只王算是第2个考验点，第1个考验点是一区的小怪处理，而这只王通常是起手嗜血爆发。接着打3王，这区主要清山丘上的3团怪。首先灵魂收割者需要断法、死亡剑雨优先必断，一样是个全体的 AOE 伤害。而粉碎灵魂呢，需要注意白色光柱跑向自己的灵魂，否则伤害会降低。王颂者的死亡剑选段就好，他会唱一个王者圣歌，会强化复活的怪物，原地唱法很久。如果场上还有复活怪，坦克将其带开或是晕断。复活秘法师，他会释放迅捷之风，增强周围怪物的加速，次要选段。腐化者会释放死灵爆发，点名2位玩家在其身边制造爆炸绿球，可以选段或是躲场上的绿球。幻兽者会唱法兽乳咆哮，优先必断，否则会遭小怪。小怪是不会增加进度的，徒增团队的压力跟时间。这区的小怪相较于1、2区比较没怎么恶心，通常是在这边补进度，但是拉多的话很吃坦克的带位。王颂者的王者圣歌在唱法后要尽快带开复活秘法师跟复活战士，否则会有倒坦危机。到了3王是双目标共享血量。首先提拉当满能量后释放强风箭矢，点名除了坦克以外的玩家，在其四周出现4个龙卷风，大家分散躲好即可。莫鲁克当满能量后释放裂地者，躲好地板即可。恐怖咆哮会原地唱法，近战离开范围大圈。终于要往4王迈进了，如果有在3区补足进度的话，通常这边的怪物会全部跳过。基本上野团这区小怪已经没有人在打，所以我就不多做讲解，直接来讲王前的2只大怪。首先巴啦啦会释放猛烈冲锋，点名1名玩家进行冲锋，躲头前即可。这边有个细节，如果有带宠物的职业，尽量不要跟王垂直战，而是平行战。垂直的话，巴啦啦冲锋后，如果宠物追着打，可能会引到王。像我们这场术士跟王属于垂直状态，巴啦啦点名他冲锋后，宠物跟上去打，就 ADD 到王了。巴塔克需要断法凝血怒吼，优先必断，否则会造成大范围恐惧，很有可能就引到王。广域践踏躲头前散行伤害即可。伪王巴拉卡呢，共有3个阶段。第1阶段，王会点名1名玩家释放铁矛，并进行长距离的冲锋，注意离开被点名的玩家身后的路径。地裂崩影，除了躲头前散行伤害外，每一位玩家还有个5码的范围伤，因此需要分散。当血量60%时，会进入第2阶段，王会无敌，并释放力能虹吸，这个是组合技能，同时有2种效果。第1，强劲风暴，造成场上全体定时的 AOE 伤害。第2，闪电，周期性的在每位玩家脚下释放3码的电圈，需要躲开。同时，场上4只小怪风暴术师会唱法风暴之剑，要赶紧断掉，才方便坦克将小怪集中，用最快的速度群 A 掉，王才会解除力能虹吸状态，并进入第3阶段。此时所有技能都会升级。首先，闪电依然会存在，注意躲地板电圈。然后呢，王还会主动释放雷击，是跟闪电一样的效果，因此会形成双电圈。静电之矛会将全体玩家集中到被点名的玩家身边进行冲锋，记得第一时间往左右躲避。轰雷动荡除了有地裂崩影的效果外，还多了在地板留下脏水，所以要尽量集中放。坦克则将王带离脏水区。以上呢就是诺库德的重点攻略。这个副本要注意的几个灭团点为：1区的小怪处理，2王的吃球，4王的 P2 跟 P3 阶段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祝福英雄们大秘都能顺利通关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